多米尼加是加勒比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它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多米尼加有记载的历史始于1492年，在哥伦布抵达之前，伊斯帕尼奥拉岛是泰诺人的聚居地。该岛分属5个酋长国。哥伦布登陆该岛后，在该岛的北部建立了一座小型城堡。哥伦布外出期间，守卫堡垒的驻军洗劫了当地。当地的酋长试图与外来者达成和解，此举却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在妻子遭到绑架后，马瓜纳酋长国首领下令消灭了外来者。1年后，哥伦布第2次航行到该岛时，因登陆日期正好是星期天，于是哥伦布便用意大利文 Domenica 一词命名了登陆地点。现在所说的多米尼加其实是意大利语星期天的音译。在这次航行中，哥伦布在该岛建立了西班牙在新大陆的第1个殖民地。不久，伊莎贝拉城就因饥饿和疾病而走向了衰亡。其后，有关更南边有丰富黄金的报道，很快导致西班牙人放弃了北部前哨，并在加勒比海岸建立了圣多明各城。圣多明各至今仍是美洲现存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在西班牙统治的前半个世纪，伊斯帕尼奥拉岛丰富的矿产和肥沃的土地产生了丰厚的财富，并成为西班牙蓬勃发展的美洲帝国的行政中心。然而，欧洲疾病和残酷的对待使土著人口大量减少。为了补充劳动力，殖民当局从非洲引入大量奴隶，他们从事甘蔗和香蕉种植，一度使伊斯帕尼奥拉岛成为拉美最为富庶的地区。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后，重心开始放在美洲大陆，逐渐忽略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在随后的3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帕尼奥拉岛接连遭受到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盗袭击。1697年，西班牙将伊斯帕尼奥拉岛贫瘠的西部地区割让给法国。1795年，法国和西班牙在瑞士签订巴塞尔合约，同意把西班牙岛东部的圣多明戈区域让给法国，使该岛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6年后，海地黑人杜桑·卢维杜尔发动了反抗法国统治的起义。1801年，他统一了整个伊斯帕尼奥拉岛。1年后，拿破仑派遣远征军重新征服了该岛。法国人的统治仅维持数月就被起义军击退。1804年1月1日，反抗军宣布圣多明各独立，成立海地共和国。不过，被击败的法军仍占据着圣多明戈区域。1808年，法军侵略西班牙后，岛上东部圣多明各地区的反抗军受到与西班牙同盟的英国和海地的援助，在击退法军后，圣多明戈地区重新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戈回归西班牙统治后，西班牙王室对圣多明各殖民地几乎没有影响力，一些富有的牧场主由此成为了领导者。到1821年12月1日，负责殖民地的前总司令卡塞雷斯决定摆脱西班牙的控制。为了保留奴隶制，卡塞雷斯试图让多米尼加并入大哥伦比亚。就在此时，海地统治者布瓦耶于1822年2月9日率领1万人的军队入侵了圣多明各。他占领了圣多明各后，废除了奴隶制。此后的22年时间里，海地人垄断了政府权力。为了获得法国的外交承认并结束法国入侵的威胁，海地被迫向法国支付了6000万法郎的赔款。由于海地无法为其军队提供足够的补给，占领军基本上是靠没收当地物资来维持生计的。这促成了当初被解放的奴隶开始串联反抗海地人的统治。1844年2月27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告独立。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独立成功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地遭到邻国海地的侵袭。从1844年到1899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由几位军事强人统治，其中最著名的是佩德罗·桑塔纳。由于桑塔纳的管理不善和巨额军费开支，最终导致多米尼加破产。1861年，他请求西班牙重新殖民多米尼加，并要求任命自己为殖民总督。桑塔纳因此被打上了叛徒的标签。1863年，多米尼加掀起了复国战争。当时位处西边的海地政权担心西班牙返回多米尼加后将会威胁到海地，于是积极地支援反抗军。正处于南北战争状态的美国也强烈抗议西班牙重返多米尼加。复国战争持续不到3年，西班牙军队就被赶出了该岛。此后14年间，多米尼加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在此期间，多米尼加经历了至少50多次军事起义。
在此过程中，多米尼加形成了代表南部牧场主利益的红党和代表烟草种植主和商人利益的蓝党。尤利塞斯·厄鲁将军于1882年掌握政权后，使多米尼加走出了内战的泥潭，但他私底下却将国家经费用于私欲，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御用警卫队，这使得多米尼加的外债逐渐增高。这引起了多米尼加人民的愤慨。在使用高压政策无效后，厄鲁于1899年遭到谋杀。多米尼加到1902年后又恢复到群雄割据的时代。与此同时，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后，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感到震惊。1905年，美国开始管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关机构。1916年，在多米尼加脆弱的政治结构再次崩溃后，美国完全控制了多米尼加政府。由于美国海军少将纳领导的军事政府采取了高压措施，这引发了多米尼加东部农民的反抗。192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沃伦·哈丁批评了对多米尼加的占领，并承诺他当选后将从多米尼加撤军。1922年5月，多米尼加的律师弗朗西斯科·佩纳多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进行协商。1924年3月，多米尼加举行了总统选举，亲美派的霍拉西奥·巴斯克斯最终胜出。巴斯克斯总统在位6年期间，让多米尼加呈现了少有的和平状态。1930年2月，巴斯克斯由于受到反对者的激烈抗争，在与多米尼加陆军统帅秘密协商后，巴斯克斯让位给当时自称立场中立的特鲁西略。由于其他竞选人受到暴力威胁，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特鲁西略于1930年5月当选为多米尼加总统。不久，圣多明各遭遇了飓风袭击，造成8000人死亡。特鲁西略下令重建了这座城市，并将其改名为特鲁西略城。他还将加勒比地区最高的山峰杜阿尔特峰改名为特鲁西略峰。特鲁西略有25%的海地血统，但是他为了驱除居住在多米尼加境内的海地人，他1937年下达了屠杀海地人的命令。1957年，特鲁西略成立了名为 SIM 的情报组织。1960年6月24日，委内瑞拉总统罗穆洛·贝当古在前往加拉加斯主持阅兵式的途中，遭遇 SIM 策划的汽车炸弹袭击。1960年8月26日，美国宣布断绝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其后，特鲁西略威胁要与苏联结盟。1961年5月30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特鲁西略遭遇到暗杀。1962年底，多米尼加革命党主席博什当选为总统。他上任后采取了一些民族主义措施，力图摆脱美国对多米尼加的经济控制。1963年9月，博什被埃利亚斯·维辛上校领导的右翼军事政变推翻。到1965年4月16日，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引发了另一场军事叛乱。改革派军官和忠于博什的平民战斗人员在弗朗西斯科·卡马尼奥上校的指挥下，要求恢复博什的总统职位。4月28日，反博什军队分子请求美国军事干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担心古巴会介入多米尼加事务，于是他与美洲国家组织一道向多米尼加派出了军队。到1966年，巴拉格尔当选多米尼加总统后，国际部队撤离了多米尼加。借助国际市场糖、咖啡、可可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巴拉格尔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然而，伴随着国际糖价的下跌和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多米尼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1978年总统大选中，饱受批评的巴拉格尔输给对手古兹曼，被迫交出总统职位。古兹曼上台后谨慎地实施改革，但寡头势力依然强大。1979年，一场飓风席卷了多米尼加，这对多米尼加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就在距离古兹曼卸任的前1个月，传出了他女儿的贪污丑闻。1982年7月5日，古兹曼走进浴室，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古斯曼的继任者是布兰科。布兰科面临着世界市场糖价下跌、政府官僚机构普遍腐败和经济衰退的问题。为了稳定经济，他启动了一项不受欢迎的紧缩计划，引发了罢工和粮食暴动。这为巴拉格尔重新执政铺平了道路。巴拉格尔吸取之前的教训，谨慎地推行实用主义政策，与底层民众保持良好关系，并加大对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因此获得广泛的支持度。
然而，由于缺乏规划、监管不力，导致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资金浪费和贪污腐败现象，对巴拉格尔一向清廉的形象造成重大冲击。1995年，多米尼加爆出集体腐败丑闻，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况下，巴拉格尔被迫同意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在1996年的竞选中，巴拉格尔输给了对手费尔南德斯·雷纳。费尔南德斯因结束数十年的孤立主义并改善与其他加勒比国家的关系而受到赞扬，但他因没有打击腐败和减少贫困而受到批评。2000年5月，在民众对新近私有化的电力行业停电的不满情绪下，种植烟草起家的梅西亚赢得大选。梅西亚总统上任后开始削减政府预算，并将民间汽油价格提高30%。他希望通过此举增加福利支出。但是2001年911袭击事件毫无预警地让多米尼加出口贸易和观光事业大幅萎缩，加上2002年多米尼加第二大银行发生倒闭，梅西亚总统并没采取任何挽救措施，种种因素使得多米尼加经济进入衰退期。在2004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他败给了前总统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采取紧缩措施，使多米尼加走出了经济危机。2008年5月，费尔南德斯总统以53.8%的得票率再次当选。2012年，在费尔南德斯的支持下，达尼洛·梅迪纳成功赢得了大选。梅迪纳上任伊始就推行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税收改革，以解决多米尼加面临的政府财政困境。2016年，梅迪纳总统以较大优势击败主要反对派候选人路易斯·阿比纳德尔。4年后，阿比纳德尔成功实现逆袭。2024年5月，阿比纳德尔对邻国海地移民的强硬态度，为他赢得了第二任期。如今，多米尼加已成为一个以工矿业为主、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国家。